好了，将其拧下螺丝，可以打开后盖，里面就是机芯内部结构了。注油之前，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纸巾吧，将其垫高。我们先打开下面。其实为什么要录的这么详细呢？主要是因为如果以后大家有和我一样买到和我一样同款的这个电机牌闹钟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借鉴了。好了，非常薄，然后这下面有个螺丝，我们就要将其拆下。我还发现它这个螺丝啊，这个同心率有点差呀。你们照这么看，相机里面看不出来，我用肉眼可以看到它这个同心率。我手是没有指甲的，所以不用害怕弄花底盘。现在底壳完全拆下来了。好了，现在就是一个小闹钟的本体了。非常适合。哎，别弄花呀，这玩意我老心疼了。哎呀，它这里原厂的时候被这个螺丝给擦掉一点点，这个放大。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拆了。托住后面的玻璃盖，因为玻璃盖是弧形的，因此它不会顶到指针，大家可以放心拆解。我可不希望弄花这块玻璃。表盘非常的干净啊，表面非常干净，我不敢碰，还好我手也没有汗。然后再来看一下机芯，给大家打开灯看一下啊，这机芯，它这里面有塑料件儿，有个塑料件儿，说明它这个年代不算久远，也是正常了，商家没有骗我们。再从其他角度观赏一下吧。这里是发胶盒，打铃在哪儿呢？我看一下，这个小玩意儿，它是可以动的，然后全部就是黄铜了。哎呀，还反光，黄铜了。现在我们要给它注油装配，当然了，没有底座的最好方法呢，就是直接用的这个，直接使用它给的这个玻璃面，然后摊开我们刚刚用的垫的指尖，将其放上。注意玻璃盖、玻璃边缘不要碰坏这个瓷面啊。开始点油，老样子，拿出我们用这个吸管削成的这个点油笔。考虑到它这里使用的是黄铜啊，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中油了。如果它这里使用的不是黄铜呢，或者像手表一样有宝石的呢，宝石配件的，我们都需要用这个表油。有宝石的就用表油，没有宝石的，它直接就是金属的，无论是铁还是钢啊，都是用中油。调亮点好了，然后点取少量的油，这已经多了啊，然后我们点在盖子这里就可以慢慢点了。首先一点一点的点，我们先从这个分轮轴这里开始点吧。注意不要让它渗透出来。我这里有点渗透出来了，但没关系。然后螺丝孔也点一点，发条轴可以点比较多，然后这些地方都是点一下就可以了。是闹铃开关闹铃开关这里的话一定要点少量。好了，像这样，刚刚看到反光了吧？就点那么一小点。好了，擒纵差记住了啊，千万不要点擒纵差。看它这个摆幅一直在下降，到最后直接停了，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这下面这个轴承啊，可能磨损太大了，或者说去油。我们现在里上还有油，好了，可以看到每次都点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们一定要做这个防渗透处理，就是用镊子夹着一小片，也就是一点点指尖，就只有一点点指尖，去粘掉它那些多余的油，就是这么多就够了，然后将其折回。好了，夹的时候记住要夹一半，不要夹太多。好了，刚刚忘了点了一个地方，就是还有这里也需要点的，这里是闹铃击锤。好了，也是够的了。总之，点少就好过点多，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不要说点多就有好处，不是这样的。
这个怎么点油呢？非常简单，缩小镜头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小心点啊！哎，我看到它这个摆轮怎么歪了？我先给它点上油。它既然能走，就代表没坏，还是走不起来啊！它这个摆轮非常有点歪了，我怀疑可能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歪，才导致这样的。刚刚又吸走太多油了。好了，它的油丝怎么粘起来了？好了，现在我已经将油丝调回原来位置了。向我这个方向拔一点点，好了。哎，拔过头了，再按回去一点点。好了，经过我们细心的观察，发现这里面的油丝没有粘之后，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别忘了，擒纵叉不能点，但不代表擒纵叉所接触的擒纵轮齿不能点。点上了一滴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点到里面的油，所以我们给最外面这个齿点多一点。好了，让它一门一点一点的渗透过去，让其运作，让其运作起来。再升高一点，调整至百轮油丝平衡。好吧，不管它了，毕竟这钟表的走质还是挺准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点，看它这个钟面啊，跟这个机芯是贴合在一起的。这个细节呢，就说明一点什么呢？它说明了它这个机芯呢，确实是有这个德国代工的啊。德国的机芯就是这样的，像上次我们所拆解的那个 JAZ，那个也是鸡牌的，也是鸡这个 logo 的那个没有秒针的那个钟表，它也是这样的。它的秒针呢也是在中间，不过它这个金鸡牌有秒针，但它那个没有秒针，很明显就是它那个机芯啊缩小复刻而来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之间的这个齿轮布局也是非常的类似我们这个以前德国这个的那个机芯，还有这条弹簧啊，包括苏联、德国都喜欢这么做。这个弹簧大家可能看不到，注意啊，这里的弹簧不是每一根都可以加油的，大家不要乱点，因为上次就有一次点错，然后搞得他那个闹铃啊刹车刹不住，他这时间一到，他就叮铃铃铃铃铃铃的响，响到你烦，你都拿他没办法，是不是？这样看准，用塑胶尖挨着边点了一点。现在重轴戏就已经是来到发条了啊！发条，毫不犹豫给它来上一大滴。你永远不用担心这一大滴油它会吃不消，你永远不用担心，但也不用太多啊。我们这里点了2管，就够有多了，点一边也行的，它会慢慢渗透过去。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它这个发条是什么固定住这个齿轮的，可以看到它是接近我们后期国产闹钟它这种结构。好了，给它点上一层油。首先点一下边缘，让我吃惊的是，它们这些零件居然有点生锈了。可以看到它这里有点黄，我不知道是它铁的本质还是生锈，但是我看真的明显看到有一层生锈的颜色。它铁本来应该是黑色才对。然后它现在拉紧了，这怎么办呢？点到这里，这里有个边缘，我们点到这里下去。刚刚说了啊，一次不够，再来一次。好了，发条它旁边如果像这样渗透一点的话，你不用担心，你压根不用担心，你最多就涂匀一点，你永远不用担心它这个发条会吃不消这个油。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旁边也点一点，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它到时候运转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将这些油一点一点的接着这些齿轮去传过去，从而达到总体传动运活效果。同时这里也是，但也不要点太多，足够就好，足够就好。其实啊，如果油点多的话呢，它除了这个可能会渗透到别的齿轮影响走时之外，它还会造成这个到时候油如果变质的话呢，就会更加肮脏了。
从而影响走时，这已经不用说了。塑料齿轮也要点，你不要看着以为塑料，哎，塑料本来就有点润滑，不用点，哎，你别那么天真，一定要点，但不要点太多。它那里面的已经是10针了，看它这里面的已经是10针了，10针那些齿轮运作的比较慢，应该不会太影响走时。好了，现在我们再来试一遍。摆轮游丝已经恢复到最佳位置，玻璃有一点点花了啊。我们也没有眼药水，如果有眼药水的话，我会用眼药水。好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太多了。然后它有一点微微的滴答滴答声，请各位欣赏。同时在擦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每次做完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对这个表盘进行一次擦拭，否则的话会影响它这个表盘的闪亮效果，也就是影响它的美观。一点一点的擦，它这有点掉漆，可能看不到，它这有点掉漆，没关系，走的咯哒咯哒响的。在吻合这个镜片和这个壳的时候啊，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强硬按下去，而是应该用手托起来，然后再这样一针一步一步的对准，防止它这个镜片导致它这个镜片被刮花。然后我们再将两者安装在一起，分别看好啊，这是上面的，因为这里有个印儿，这里有个印，我们可以看得到上面的，那么就对准12，然后我们抓住两边。用剩余的油再点一回，我说过发条轴那些地方点多点都是没问题的。擦掉边缘，最后啊，给它一个机芯，也做一个擦拭，抓起来擦，不要弄坏镜面啊。擦拭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不要留下指纹。我们要求的是无痕迹修表，不想留下指纹，只想留下更好的原来。其实说这个擒洞叉不能加这个油，但我觉得如果不加油的话，它好像也走得不好啊。而且我也听到有一个师傅说，他说加这种油要使用专门的油。他说擒洞叉要使用专门的油，因为我们用的是同一种油，所以没办法加，但我们可以使用表油啊。好了，撇上一点点，按住齿轮孔，摇几下，让里面的擒洞叉晃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点油了。好了，非常好。用完之后，赶紧将这些表油、中油都盖回盖子。最后还有刚刚那一步骤，擦拭多余的表油。好了，里面也是，好了。百伏还是比较低，让它走几天吧，慢慢适应。然后拧上螺丝，一切就完工了。好了，我们已经上稳了一点了，再用螺丝刀在上面拧紧，差不多了。我们的向侧方向是向到内侧一点的，好了，留出一点松度。好了，还有后面忘了说了，还有后面这2颗螺丝，很简单，套上去就可以了。好了，一切准备完毕，现在我们就给它重新点了一次油。本期视频结束，大家好，我是 B 站钟表机械达人